蘇黎世，蘇黎世機場的火車站和機场是連在一起的，所以從機场出來非常方便。我們從溫哥華經蘇黎世轉機到羅馬，在蘇黎世大約停留6個小時的時間，所以我們準備出機場來蘇黎世的市中心看一看。蘇黎世機場離市中心的路程其實並不是太遠，從機場出來大概只有10到12分鐘的車程，班次非常的多，單程的票價是7个瑞士法郎，我們買了24小時的來回票，是14個瑞士法郎。我們的行李呢是從溫哥華直接托運到羅馬，但是因為我們有手提行李，所以我們在機場呢就必須找個地方把行李寄存，所以我們在機場的火車站呢是有自助的行李存放。我們花了8个瑞士法郎租了一個中等的箱子，可以存6個小時。這裡就是蘇黎世中央火車站，它有非常多的站台，最好事先找好回程火車的站台，這樣你回來的時候就會節約不少時間。從中央火車站出來，沿着利馬特河一直走到蘇黎世湖，這大概就是我們今天要走的路線。蘇黎世是瑞士最大的城市，整個城市看上去給人感覺建築都非常有歷史感。我們到了這天是星期一，但是街上的商店幾乎全部都關門。後來一查才知道，原來當天是他們的公眾假期。市中心有幾個比較知名的教堂，這個就是著名的聖彼得教堂，它是蘇黎世最古老教區的教堂。它最出名的就是它這個巨大的鐘面，這個鐘面據說直徑達到8.7米，可以免費進去參觀，但是它裡面其實非常的簡單，所以我甚至連照片都沒有拍就出來了。這是另外一個比較出名的教堂，它叫蘇黎世聖母大教堂。聖母大教堂也可以進去參觀，但需要購買門票。但是我知道裡面也很簡單，所以我們就在外面匆匆看了一眼就走了。歐洲的夏天來得還是蠻早的，當天的氣溫大概有30度，所以太陽下還是非常的熱。我們基本上都是躲在樹蔭下在走。從中央火車站沿着利馬特河大概1.4公里，我們就來到了蘇黎世湖畔。蘇黎世湖是蘇黎世比較有名的一個旅遊景點，它從北到南長長的像一根香蕉的形狀，而我們現在所在的北岸，也就是所謂的富人區，俗稱金岸，它的南岸則被歸為窮人區，俗稱銀岸。湖畔有眾多的餐廳和各種遊船碼頭，還有很多的休閒場所。因為今天是假日，所以我感覺湖邊的人非常的多。這個湖裡的天鵝非常的多，很多天鵝就聚集在湖邊人多的地方，希望能從人的手裡面找到一些食物。我們在湖邊逛了一圈之後，就開始往回走。這個角度拍照非常的漂亮。利馬特河兩邊的建築都非常有中世紀的特徵，它的建築上面的雕刻和裝飾都非常有特色。蘇黎世的街頭有很多這樣接飲用水的地方，蘇黎世的水質其實是非常的好，口感和溫哥華的水差不多。瑞士總共有4個官方語言，分別是德語、法語、意大利語和羅曼史語，而全國大約有超過60%的人口都是說的德語，所以我們在蘇黎世街上和公共設施上看到的字幾乎都是德語。現在我們來到位於林登霍夫區的蘇黎世市政大廳3號，它是建於20世紀初，是所謂市政建築經典的一個典範，堅固對稱、精美的石雕和高聳的拱形窗戶，體現了蘇黎世莊重而典雅的風格。穿過這個市政大廳3號，我們就來到了蘇黎世最著名的購物大街丹霍夫大街。
但是今天因為是公眾假日，所以街上只有走的人而沒有開的店。差不多逛了2個多小時，我們現在回到了蘇黎世中央火車站，然後坐火車回到了蘇黎世機場。蘇黎世機場是瑞士航空的枢紐。我們接下來要乘坐的航班是波羅的海航空，飛往羅馬。我們是在蘇黎世的機場進入的申根區，然後從它飛往歐洲其他的申根區國家。現在連身份證都不用查，只要一張登机牌就可以上飛機了。經過1個多小時的飛行，我們抵達了羅馬。我們這次是搭乘地中海的郵輪。我們先從羅馬的機場搭火車到達市中心的中央火車站，然後住宿1晚。第2天一早再搭乘火車從中央火車站前往郵輪的港口奇維塔維基亞。第2天一早，我們來到了羅馬中央火車站。從中央火車站去奇維塔維基亞的火車班次非常的多，票價也挺便宜的，4.6歐元。只是它的站台是在火車站最邊上加出來的，所以要預留10幾分鐘的時間從入口一直走到火車上。火車大約要乘坐50多分鐘。請注意，奇維塔維基亞不是終點站，所以請看好自己的站名。火車上的座位是不對號的，你自己找空的座位坐。行李呢要放在自己看得到的地方。意大利的火車上丟行李的事情时常會發生。另外，如果要上廁所，就在火車上上，那是免費的。但是如果你到了火車站的廁所，那就是要收費的，真是非常奇怪。抵達奇維塔維基亞車站，我們從車站到郵輪其實還有非常長的一段路。如果步行的話，大約需要30多分鐘，所以我們必須乘坐接駁車。每個人6歐元，可以從火車站直接幫你拉到郵輪邊上。這裡就是郵輪的出發大廳，看上去人挺多的，但是其實速度還是蠻快的。我們先把大件的行李托運掉，然後我們就直接進行安檢，然後去領房卡，可以直接登郵輪了。我們這次乘坐的郵輪是公主郵輪奇緣公主號，也叫魔法公主號。我們其實已經很久沒有坐郵輪了，除了上次在歐洲坐的河輪，距離上一次的海上郵輪已經有超過10年的時間了。公主郵輪我們之前從來沒有搭乘過，不知道這次搭乘的體驗會怎麼樣，不過我們也沒有過多的期望。看資料啊，這應該是公主郵輪旗下的帝王級郵輪，該船呢是2021年底首航。總噸位達到145200多噸，擁有19層甲板，最大載客量3660人。特色的設施呢，包括凌空透明的海上天空步道、星空影院和專為成人打造的寧靜休息區。看得出來，其實這個郵輪上沒有什麼遊玩設施，所以對小朋友們來講應該會比較無聊。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講，對成年人來說可能又比較適合。好，我們正式来到郵輪內部，第一次登船登記。這就是我們的房卡，用這個東西就每次上船下船，然後船上進行消費，包括進自己的房間，都是用這個小東西。進自己船艙的時候感覺特別方便。你甚至都不用拿出来，然後一靠近它的門就已經自动解鎖。現在差不多是上午的11點多，我們登船了之後還不能馬上去我們的房間，行李他們會把它放在房門口，所以我們先在船上逛一圈，一會兒中午的時候直接先去吃午飯，吃完了午飯我們再去我們自己的房間。這裡是船上人最多、最熱鬧的戶外場所，大的游泳池。我們終於進到我們的房間了。我們這次訂的是陽台房，位於甲板的第14層，還是蠻高的。這個船是當天下午大概6點鐘左右起航，現在停靠在碼頭，還在不停地往上面裝補給。
這個就是所謂的那個凌空步道。今天主要就是熟悉一下船上的環境，找到正確的路線，不要到時候走錯路迷路。起航了，吃過晚餐，我們來到最上面的甲板，看看當晚的日落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游輪來到了這次停靠的第一站——意大利的南部城市薩萊諾。在這裡有眾多的岸上活動可以選擇，可以去著名的阿馬爾菲海岸遊玩，也可以去卡普里島去看藍洞。我們選擇的是去龐貝古城，船上有各種各樣的當地的行程團，當然價格不菲。我們是自行前往，使用當地的公共交通。從蘇萊諾到龐貝是有火車可以抵達，從郵輪碼頭到蘇萊諾的火車站，路很好走，沿着海岸一直走過去，但是路程比較遠，大概要走半個小時。因為是早上，所以也比較涼快，而且那個路也平坦，不需要爬坡，所以挺好走的。這段鐵路可能是在維修，所以是由意大利國鐵提供的巴士來代替。我們買的是火車票，票價很便宜，大概2.6歐一個人，而且是直達龐貝中央火車站，全程大概40分鐘的車程，平均每半個小時大概就有一班車，所以車次很多。這個車的終點站是那不勒斯。雖然蘇萊諾可以去附近遊玩的地方很多，但是受時間的限制和當地交通的限制，今天我們只能玩這一個景點。我們的船是早晨7點鐘就到港，然後到下午6點半才離開，所以我們今天的時間其實還是蠻充裕的，可以比較從容的游玩。阿馬爾菲海岸都是懸崖峭壁和山脈，所以車在這個邊上行走，風景是非常的漂亮。意大利的路真的是很窄，我真的很佩服這些開大巴車的司機，可以在這麼小的道路上開。經過差不多40分鐘，我們的車終於到達龐貝中央火車站。從龐貝中央火車站走到龐貝古城，大約是走10到15分鐘的時間。龐貝古城總共有3個入口，最主要的入口並不是離我們火車站近的那一個，而是離從那不勒斯到龐貝的威蘇威環線火車站的那個入口。而我們龐貝中央火車站的入口離得比較近的是它，其實是算是它的後門。龐貝古城的門票在旺季的時候是有人數限制的，所以需要事先在網上買好。而我們這次因為不算是旺季，所以我們也沒有買，我們是到現場去買。但現場排隊買票的人超多，隊伍很慢，所以我在手機上從網上完成了購票。現在我們算是從後門進來了，我們首先到達的第一個地方就是鬥獸場。龐貝是當年大約在2000年前被維蘇威火山噴發的火山灰所完全覆蓋。龐貝被毀滅後，長期未被重新發現，直到16世紀才偶爾現世。大規模系統性的考古發掘始於18世紀中葉。由於龐貝是世界上唯一能完整展現古羅馬城市樣貌的考古遺跡，因此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。這個鬥獸場是當時龐貝最大的建築，可以容納大概2000名觀眾，保存得非常完整。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座山，就是當年摧毀龐貝古城的兇手維蘇威火山。據說2000年之前的這場劇烈的噴發，使這座山頭的高度降低了很多，
龐貝古城的遺跡其實非常的大，不可能每一間房子都進去觀看，所以可以在入口處問他要一張地圖，找一些比較知名的、著名的一些建築進去參觀。有一些房屋保存的還是比較完整的。這個其實就是當時一個富人家的私人浴場。其實古城中的很多建築現在已經無從考證是屬於哪一家的財產，只是根據目前現存的一些殘留物來對現在的一些建築進行命名。這裡也是當時龐貝的一條主要街道。這個水池就是當時給家裡沒有供水設施的人家所使用，現在我們也可以在這裡借用飲用水。這個是一個比較有名的一個建築，叫貝殼中的維納斯之家。原來的主人具體是誰，現在已經無從考證，但很顯然這是個有錢人的家庭，它裡面有自己的私人的浴室，有供水系統，還有巨大的花園和眾多的房間。這個就是建築中最著名的壁畫《貝殼中的維納斯》，房子就是以這幅壁畫為命名。羅馬的古街道兩邊有人行道，而人行道是高出路面，和我們現在的馬路相似。龐貝是當時古羅馬比較富裕的一個城市，據估算人口大約有2萬人。這個是當年販賣食物的店鋪，我們可以看到台面上一個個都是爐灶。這個區域叫忠貞戀人街區，因為在這邊的牆上發現了一句愛情格言。從這個街區可以直接走到後面的小山坡，小山坡上有休息區和餐廳，並且在這裡可以俯瞰整個龐貝古城。只是這裡沒有樹蔭遮擋，非常的炎熱。這裡是當時的洗衣店。當時洗衣服不是用的肥皂，而是用的尿液。據說這個還是蠻有科學依據的。西里庫斯之家。這裡是龐貝古城當中人氣最高的一個建築，也是少見的一個2層樓建築——妓院。據說龐貝有好多個妓院，而這個妓院是保存的最好的，而規模最大的一個。工作人員好心地指着牆上的春宮畫給我們看。這個妓院的性工作者有男的和女的，但是客人只有一種，都是男性。里面的床看上去非常的小，據說当时的人的身高並不高。這裡是龐貝的公共大浴場。當時有錢人的別墅家裡都有私人浴場，而沒有私人浴場的人可以來到公共的浴场。這個浴场是分男浴场和女浴场的。
而浴場是當時的古羅馬人一個非常重要的社交場所。浴場裡面有更衣室，而且根據水溫還分別設有冷水浴場、溫水浴場和熱水浴場。通常浴室的牆上有精美的壁畫和雕刻。现在来到龐貝古城人最多的地方——龐貝廣場。這個廣場的四周有非常多的大的建築和非常著名的遺跡。這裡展出了幾具石膏人體模型，是考古學家利用石膏灌注法，將遇難者肉身腐爛後在火山灰中留下的空腔填補而成的 3D 模型。這裡是另一個大浴場，叫羅馬廣場浴場。屋頂的開孔其實就是為了當時的採光而設計的。這個浴場也分男浴區和女浴區，而且水的溫度也從冷水到熱水都有。這個叫牧神之家，就是因為這尊小的牧神雕像。悲劇詩人之家有小心惡犬的馬賽克地磚。這裡是阿波羅廣場，廣場的四周據說有48根羅馬柱。现在我們從另外一條路開始往回走，這裡叫三角廣場。我們並沒有購買郊區別墅的套票，現在看來這個決定是非常正確的，因為那個天實在是太熱了。這裡是大劇場，一個保存得非常完好的古羅馬劇場。最後，我們回到了鬥獸場附近的展覽館，這裡講述了當年火山噴發的整個過程和挖掘出來的一些遺物。當年整個城市被淹沒，大概持續經歷了20個小時左右。當時的這場火山噴發造成龐貝及周圍地區大概有1到2萬人的死亡。這裡有更多的人物石膏模型，他們記錄了當時遇難者的那些死亡瞬間。據說在後面的考古發掘過程中，大約有2000具的遺骸被發現。
結束了龐貝工程的參觀，我們回到了龐貝火車站，坐車回到了蘇萊諾。結果和來時的直達車不一樣，我們居然坐了一班慢車，每一站都停，結果花了多1倍的時間才回到了蘇萊諾。不過好處是它離郵輪碼頭有一個比較近的站，我們可以少走一些路回到我們的郵輪。從火車站回郵輪的路上，我們被人搭訕，問我們是不是從加拿大來的。我覺得非常奇怪，我說為什麼？他說我從你們的穿着打扮上看得出來。我問他，原來他也是從溫哥華來的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看來溫哥華人有自己獨特的氣質。我們的船準時離開蘇萊諾的港口，去往下一個目的地。第二天將是一整天的海上航行，到時候再見啦。